周一，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2024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指出全球年度头号威胁为中共对台湾和太平洋地区的野心。Between government of Russia, China, North Korea, and Iran, which is evolving as these four countries expand collaboration through a web of bilateral and in some cases trilateral arrangements. 海因斯进一步指出，中共、俄罗斯、朝鲜和伊朗之间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情报事务上的联合，进一步破坏国际秩序。Given its ambitions, Beijing will continue to use its military forces to intimidate its neighbors. We expect the PLA will field more advanced platforms, deploy new technologies, and grow more competent in joint operation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aiwan and the Western Pacific. 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也在听证会上表示，由于中共、伊朗和朝鲜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已不仅是在维护欧洲和平，也是在警告中共入侵台湾必将付出代价。I believe far beyond Ukraine or European security, and that's really what's at stake.美国总统拜登周一向国会提出2025财年国防预算案，为8952亿美元，同比增长1%，并计划为台湾提供5亿美元军援。周二，白宫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美元的武器援助，其中包括海马斯系统火箭和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等。中共、伊朗和俄罗斯周一开始在阿曼湾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称演习的重点是所谓保护海上经济安全。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综合报道。关于金站公司李姓负责人申请提审一事，本院法官认为，因执行机关表示3名2分局留置李姓负责人的时候，并没有出示居票，且执行机关提出的高雄市卫生局公务电话记录，也没有看到李姓负责人有拒接电话的情形。另外，检察官书面提出的李姓负责人解约存款等证据，是在声押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的事证，是否可以作为本件李姓负责人交保之后有逃亡事实的新证据，尚非无疑，故认为本件拘捕程序不合法，遂依法释放李姓负责人。至于高雄高分院就李姓负责人等人申请羁押案，发回本院更行裁定一案，定于3月13日的上午10点钟进行调查。这21家的违法进口商无限期的停止输入吗？对。之后都不会让他再输入辣椒粉。苏丹红辣椒粉风波影响台湾民生餐饮，食药署宣布最新边境管制措施，针对境外输入台湾的辣椒粉，不合格出口商以及制造厂无限期禁止输入，包括了先前已经检出的21家中国业者。而为了防堵不法业者将退运商品重新包装闯关，食药署也祭出因应措施。比方像在食安法的第4条上面有提到，就说其实我们是可以没入销毁，不过是要公告那个品项。所以我们现在都已经跟法制的人员，就是赶快的去把所有的法条相关要注意的事项就研议清楚。下个礼拜应该如果顺利的话，就会让它是上路。对于食安疑虑，环境部列出57种化学物质，是否也适用于边境查验后可以直接没入销毁？食药署长吴秀梅说明，还需再进一步讨论。因为每个国家对农药的这样的规定是不一样的，它 MRL 是不一样的，我们就会依照整个情节，比方说这些是恶意被添加，不该存在食品链里面的，那我们就会来考虑。食药署跨部会与经济部、环境部化学署、法务部高检署、财政部、教育部通力合作，并提出阻绝非法产品于境外、全面逐批查验同号列产品、管理台湾输入业者等5大策略防堵。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曾新敏，台湾台北报道。中国河北廊坊三河市燕郊镇13号上午7点55分发生爆炸，现场响声巨大，与火光同时出现，烟尘随着建筑物炸裂而扑向四方，形成小型蘑菇云。不仅现场及附近的建筑受损，很多路上的车辆都受损严重，现场犹如战争过后一片狼藉，俨如废墟。你看那些车，你看那个房子全部炸坏了，留言看到没有？这些车都完蛋了。
这还着着呢，这大火啊，整个这个楼都塌了。哎呀妈呀！再看这玻璃全碎。我家阳台都没有玻璃了，我玻璃呢？这块也是空的，就这还留了2片。有当地网民称，听到不止一声响声，还有目击者表示，看到巨大火球腾空而出，多栋房屋受损，车辆被炸，路上全是救护车。据现场多名目击者表示，爆炸地点为迎宾路一建筑，现场损失较为严重。截至上午11点，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22人受伤。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可欣、陈思琪综合报道。I started to work at this airport since 2020 July. I think it's more than 3.5 years now. I am really proud and really delightful to working here because it is a very big project in Cambodia. I think this gives me a lot of experience to work with different culture, with the Chinese and Cambodia culture, and they gave me a lot of experience and a lot of techniques to work here. I think this airport is very important to Cambodia because it's one of the biggest. So it can transport a lot of tourism from other country, and it also can create more job for our local people here. And the economic will be rising if this project finish. 有些国家认为美中为什么紧张呢？因为是美国在搞鬼，是美国在升级，美中紧张，所以台海局势才紧张起来了。这我们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那问题在哪里呢？很多人、很多国家对共产主义的了解是不够的了，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包括我们自己哈，我们每天在友台上看到很多人讲中共的，简直就是真的叫荒腔走板的，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东西了。大家难道不记得吗？共产党成立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嘛。那资本主义代表人是谁呢？是美国嘛。所以所有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具体目标就是推翻美国，推翻资本主义。已经讲了几十年了，中共还是这样的教育自己的党员，教育自己的老百姓。每天在国内讲的都是仇美恨美什么等等。消灭美国是一个长期目标，但不是最后目标。最后目标什么？赤化全世界。也就是必须要把美国打倒，然后全世界才有可能赤化，因为美国是头号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阻止社会主义国家向前进的最大的绊脚石嘛。所以它的逻辑就是这样子。美国那时候跟中共去合作发展经济，以为这样搞下去之后呢，中共就慢慢质变，然后最后呢又出现民主化。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因为苏联跟东欧都不完全因为这样而民主化的，而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民主化的。一直到川普上台之后，才慢慢看懂，原来中共给我玩阴的，玩了几十年，我被骗了，我想通了，我开始修改对华政策了。所以当川普开始只手扭转美国几十年来的错误对华政策之后，大家才慢慢想通，而拜登跟进，然后最后走得更远。那么也就是说，美中对抗是中共出手在先，美国被骗了几十年之后，慢慢想通之后开始还手了。那如果大家看不懂这个情况的话，就跟着中共去瞎说八道，说啊，因为是美国挑起来的。对，你看见是美国还手的时候，就像我们的台海问题，你看是台湾还手的时候，哎，台湾你怎么把手举起来呢？你没看他打我好几次耳光啦，对不对？所以这个才是核心问题。